这个长相平平无奇的少女到底有多大的魅力？被外国男子搭讪，转头就跟另一美男有着暧昧之举，而实际上她却是个聋哑少女。这是2024年的1月新番，算是续生之行后的聋哑少女之作，但情节却恰恰相反，这更倾向于浪漫的甜蜜纯爱故事。这天，女主在回家路上遇到了一位外国友人搭讪，女主很慌张，这是她第一次遇见这种状况。在女主手忙脚乱之际，是一位白发男子替她解围。原来这位外国友人并非想要搭讪，而是想向女主问路。女主一眼便就认出了这个白发男子就是与闺蜜在一个社团的人。在送走外国友人后，女主向男子展示出自己的助听器，还用手语表达了感谢。女主觉得眼前这个男子有些特别，并没有用异样的眼光看她，可她下意识的手语表示对方并不了解，这才想起用手机打字试图的让对方明白。口の動き読める？近い。そういうことか。さっきの人、日本語ペラペラ。そうだったんだ。珍しい生き物みたいに見てくる。为了与自己沟通，对方还特地将口型放慢，如此温柔的举动让她躁动不已。下车时还摸了女主的头，示意下次再见，这也为她无声的世界带来了些许色彩。为此，女主一来到学校，就向闺蜜打听了对方的消息，这才得知那白发男子叫做奕晨，是个背包客，刚从加拿大回来。闺蜜一眼便看出女主的小心思。恋って早いよ兄ちゃん。じゃあ憧れか。而闺蜜自己也有一个憧憬对象，也就是奕晨打工的咖啡酒吧店长。她一直没得到对方的联系方式，便邀请女主一起到那去吃晚餐，这让女主不禁陷入了沉思。虽然真的很想再次见到对方，但内心的斗争让她迟迟无法答应。见闺蜜是如此的紧张，最终她们互相鼓励，一拍即合，说走就走。ユキの1年生最後の最大クエスト。お互いの連絡先聞くぞ。第二天晚上，他们就来到了奕晨所在的咖啡酒吧。一开始两人犹犹豫豫的不敢踏入店内，一直到他们互相加油打气，这才鼓起勇气的走了进去。闺蜜见到奕晨，立马向她为女主解围的事儿道谢，但店长突如其来的出现却让闺蜜顿时紧张不已。店长顺势向女主打招呼，却不见任何回应。一旁的闺蜜只好向店长解释。女主注意到了两人的举动，面对这种情况，女主却早已习惯，毕竟聋哑人的身份带给过她许多非议。见女主情绪低落，奕晨用他独特的方法前来关心。酒飲む。びっくりした。結構強引に来るな、いつおみさん。忘记点单的女主向奕晨点了杯饮料，并表示自己只有19岁，不能喝酒。在女主得知奕晨是3国语言使用者后，便开始了她的提问。すごい。这时店里来了很多客人，这也让女主看见了震惊她一生的一幕。原来，由于奕晨常常周游许多国家，这也使他結交了很多外国朋友，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来奕晨所在的餐馆消费。而女主却为此感到自卑，因为她认为自己配不上这么優秀且見過世面的奕晨。いつおみさんの連絡先、文字にしたらなんか重いような。後ろの人たち何語を喋ってるんだろう。英語？ドイツ語？日本語？在女主要离开餐馆之时，奕晨提出了要送他们回家。作为闺蜜，小林直接替女主答应，给两人制造了独处机会。回家途中，两人都欲言又止。这时，一辆电瓶车从后方驶来。为了防止类似的意外再次发生，奕晨紧紧地牵起女主的手。正因这一举动，女主更加确信自己想要表白的想法。她拉住奕晨的手，阻止他继续前行。这次她鼓起勇气向奕晨要来了联系方式，本以为会遭到拒绝，却没想到奕晨会果断答应。结果交换了联系方式后，第一件事却是背对背传简讯。女主开始对奕晨眼中的世界感到好奇，没想到的是，奕晨也同样好奇女主的世界。この感情の病ませ方なんて、私は知りたくない。